美国国会夏季休会期结束，国会两党议员们陆续返岗，但他们即将面临政府是否会再次关门的麻烦事。美财长耶伦称，财政部的现金余额将在10月降至不足水平，也就是国库马上就没钱了。如果国库不提高债务上限或暂停其生效，届时美国政府将无力支付账单，美国将出现债务违约。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共和民主两党争执不下，而拜登则又想开动印钞机。但是这一动作又会给全球带来何种影响？来看报道。美财政部长耶伦周日在《华尔街日报》刊文警告，美联邦政府债务违约很可能会加剧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经济损伤，债务违约也可能引发利率飙升、股价急剧下跌和其他金融动荡。此外，当前美国经济复苏可能会逆转为衰退，失去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增长和数百万个就业岗位。耶伦还强调，美国将在这场危机中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弱国。摩根大通则警告称，如果这次出现美国国债债务违约，美国损失的信誉100年内也无法挽回。对此，民主共和两党的经济学家和财政部官员已就此形成压倒性一致看法。美国上次遇到国债债务违约危机是在2019年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国债规模当时达到22万亿美元，因此美国国会暂停了债务上限机制，为期2年。而到今年8月1号暂停期终止时，美国债务已经超过了28.5万亿美元。在国会暂停或提高债务上限之前，美国财政部不得发行新债，耶伦和他的财政部也不得不动用非常措施来节省现金，避免超过联邦借款上限，导致政府关门。债务上限是100年前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产物。由于战争支出骤增，美国国会首次赋予了联邦政府自行发行国债的权利。作为美国特产之一，债务上限规定了美国财政部偿还国会已经批准的政府债务的最高额度，一旦达到上限，就需要国会提高上限或暂停上限机制。这个提高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债务上限来说，这个对于美国来说还是相当重要的，因为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如果说你不提高这个政府的这个债务的上限的话，就意味着你之前授权的这个开支你没有办法付款，就好比是你信用卡已经划了，但是你没有办法去把它这个要把它这个填空给填上去。那么这个对于美国的一个信用评级也是非常大的打击。那么还可能会在这个短期内提升这个借贷成本，因为你这个政府到底什么时候会去付款，这个不确定性就非常的大，因此也会对整个的这个美国的，特别是美国这样的一个金融市场会造成非常大的打击。周一，受债务危机影响，美3大股指大幅低开，其中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均创今年5月中旬以来最大单日跌幅，而欧洲股市也受到影响，大幅下跌。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主党人不会拿美国政府的全部信誉和信用来冒险，必须解决债务上限问题。佩洛西呼吁共和党人支持提高债务上限，就像民主党人之前支持时任总统特朗普一样。但目前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仍旧各怀心思，围绕这一问题相互踢皮球。理论上，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此时应当团结一致，通过一项持续性决议为美政府提供资金。但当前的阻碍在于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及其共和党同僚不愿帮助民主党提高或暂停债务上限。麦康奈尔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民主党的总统、民主党控制下的众议院和参议院让民主党人拥有了提高债务上限所需的一切手段，这是他们的唯一责任。共和党人不会促成另一场不计后果的党派之争的征税和支出狂欢。之前共和党方面一直指责拜登政府花钱太多，比如麦康奈尔坚持认为，如果民主党人坚持要在基础设施、气候变化和社会福利上花费数万亿美元，他们就必须承担提高债务上限的唯一责任。因此，共和党已经明确表示反对提高债务上限。可以说，债务上限已经超越经济问题，变成了两党的政治议题。纽约时报分析指出，麦康奈尔上述论点的问题在于，拜登政府债务堆高部分应归因于特朗普执政期间的减税和自由支出政策。正如民主党人指出的那样，提高限额相当于为美国过去的行动支付账单，而不是为未来支出买单。另据路透社报道，民主党主导的参众两院将强制投票提高28.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以避免2013年、2018年1月和同年12月下旬至2019年1月的政府关门重演。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事情，我们看到目前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这件事情上还是拉扯不下，这就是显示了在一些重大的立法事项面前，这个停滞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那么特别是在本届政府，我们看到因为民主党在这个无论是在众议院，它是非常微弱的一个优势。那么在这个参议院的话，那么目前是两党都是50席的一个席位，意味着民主党你要去推进任何的一个立法计划，都会面临非常大的危险。最新的白宫简报警告称，如果国会两党不能达成协议，可能会在美国金融市场引发涟漪效应，导致用于救灾、基础设施和教育的数十亿美元援助停止，更不用说应对新冠疫情的行动。其实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14.3万亿美元法定上限问题，两党当时也没有达成协议，导致当年标普和穆迪两家评级机构把美国主权国债放入负面评级观察名单，全球金融市场在此期间受到了显著冲击。